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关于你们未来的婚姻会遇到一个怎样的人，才会让你们进入到婚姻当中那在我们面前呢有4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第四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8，你们现在的话，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还是在上学，你们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工作。让你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婚姻或者说谈恋爱。你们现在就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现在的关注点完全不在婚姻上面，或者说你们觉得婚姻这件事情是可以往后推一推的，因为你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工作要去做。而第二张牌呢，宝剑7的逆位，这张牌的话代表的是你们现在整个人生活或者说所面对到所需要承担的压力还是比较沉重的。逆位的宝剑7，你们一路走来，这种感情经历可能不是很顺利会有一点曲折。这些宝剑其实代表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在一些感情当中留下了一些遗憾或者说你们就是之前的话和某个人曾经有过很深的矛盾，或者说大吵了一架，最后导致这段关系分崩离析。那么这个审判牌的逆位呢，包括这张宝剑9就是说可能说因为你们过去这种不太顺利的感情经历有点曲折吧，你们对于婚姻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当然这种压力也不仅仅是来源于你们自己也来自于这种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你们的同龄人，或者说他们可能在逐步的走入到婚姻当中。你们身边的人的这种感情你会觉得他们的感情比你要更稳定所以说你们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或者说人生的节奏可能比你们要快一点，你们就会感觉到一种焦虑。而且呢，这个皇帝牌它是来自于你们的长辈，他们可能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很希望你们能够进入到婚姻当中，他们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下来，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无形的压力。但是呢，你们现在的这种状态或者说态度的话，因为我们抽到了这张正义牌正义牌代表的是你们的理性或者说理智，现在整体是占上风的，就是你们在婚姻上面的态度是很成熟的。你们考虑的不仅仅是感情本身你们还会有一些现实的因素。你们在婚姻上面的话，更多的是比较理智的。你们甚至会觉得婚姻它会有一点麻烦，因为你们会受到很多的束缚和限制。而且呢，你们的这种理性会让你们考虑很多两个人关系之外的客观因素，比如说物质就是说彼此的家庭，两个人的工作，这都是你们在婚姻当中要考虑的一些事情。那么这张圣杯2呢？圣杯2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想法或者说观念的转变。因为首先的话，宝剑6就是说你们未来的话还会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新的环境当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的对于婚姻的想法似乎是会变化的。你们从一开始的这种有一点恐惧或者说有一点害怕婚姻，最终会转变为渴望婚姻。这可能也是你们在一点点的成长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的过程当中，对婚姻的态度会发生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也是因为你们未来会遇到这样的一个人权杖骑士，他可能会给你们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安全感，或者说很温暖的感觉。在他们的面前，你们就会变成就会变得很温柔、很温顺，就像这只猫一样，他们会带着你们前进，会带着你们成长。
会带你们去到一个更高处啊。而且呢，对方的话，他是一个火象特质啊，可能是狮子座、白羊座或者说射手座，是一个很有担当啊，很有责任感的，甚至有一点强势的一个人。这个权杖十的逆位，就是说你们之所以会转变对于婚姻的想法和态度，也是因为这个权杖骑士的出现，能够分担你们身上很多的压力或者说重担。而我们抽到的第3张牌呢，星币2啊，它其实意味的是做2手准备，或者说你们未来会事业爱情双丰收。而且呢，这个星币2的话，其实你们未来的这种爱情或者说婚姻，它是基于现实的。你们在爱情之外拥有多少，决定了你们能够拥有多少爱情。你们现在的这种努力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们的努力会让你们去到更高处，又遇到更好的人。而且我们抽到的这个圣杯王牌呢，这也是能够保证你们拥有一个很不错的婚姻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圣杯王牌，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完整的灵魂，这是成就你们婚姻所必须要具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而且呢，这个圣杯王牌嘛，就它代表的是一种水象特质，很温柔很体贴。就是你们的这种未来的婚姻，它会让你们就由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很安定的很柔和的力量。这个圣杯王牌它是一种很丰盛很富足的状态。实际上这个婚姻的话，它并不会消耗你们，而是它甚至会成为你们的一个加油站，就好像有了一座靠山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你们这个对于婚姻的观点和想法，在未来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生改变的原因吧。就是你们会意识到婚姻它的两面性啊。你们现在可能更多的看到的是婚姻的有一些消极的一面，或者说你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未来随着你们的成长，你们会慢慢的意识到婚姻它对于你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啊，并且可能说你们观念的转变也是因为你们未来会遇到权杖骑士这个桃花，而它自身所具备的一些特质啊，它带给你们的这种感觉也会让你们慢慢的想要渴望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对于未来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你们的这种人生伴侣的话，它其实在这种亲密关系当中啊，你们会保持对于彼此的相爱，但是呢你们又能够各自独立啊，它反而能够帮助你们看到更好的彼此。在这种关系当中呢，你们能够真正意义上的体会到这种关系带来的安全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第2组牌和第1组牌的区别呢，就是说这组牌的你们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渴望婚姻的，但是你们现在的话可能暂时还不具备结婚的条件，或者说你们现在不敢结婚。因为我们抽到了这个圣杯的逆位，还有就是圣杯女皇的逆位这2张牌其实可以看到的就是你们认为在婚姻当中或者是亲密关系当中，物质基础并不是一段感情当中最重要的。你们对待感情相对来说是比较感性的，因为你们觉得物质是可以通过2个人一起去奋斗或者说一起去携手创造的一些东西。你们对于感情的基础是更加看重的，因为只有了这种感情的基础，你们才能够一起去创造一些东西。所以说你们现在的状态是很想去爱，但是又不敢去爱。因为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条件还不成熟，或者说还不够优秀。而且呢，这组牌的话，就是说你们就是你们在感情当中你们的心只会对特定的人打开，并不是说对方他各方面条件很优秀，你们就会喜欢，而是说你们更看重的是对一个人的感觉。这并不是能够用标签一个人身上的这种标签或者说优秀来衡量的。所以说你们在感情当中有着自己的一套很独立的择偶标准，
你们会跟着，更多的时候你们会跟着自己的心走，所以说你们对待感情更多的是很感性的啊，跟着自己的感受去走的。那因为你们的这种感性呢，所以说第二组牌是我们抽到的这几组牌当中最有可能闪婚的，有可能是你们认识到的这个人啊，因为你们彼此有着非常强烈的化学反应，你们就会双向奔赴就彼此去认定对方，而且可能说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人生大事，因为你们崇尚的这种感情呢是真心换真心。而且呢，这张权杖8，它其实也意味的是你们未来所拥有的这种爱情会非常非常的炙热非常的热烈。因为权杖8它代表的是一种激情和热情。当下的你们来说，可能说你们现在身处于某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说会把你们孤立起来或者说你们被一些东西束缚了。但是呢，这张圣杯8也意味的是，对于现在的你们来说，最艰难最困难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么这张权杖9呢，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们现在是处在一种受伤的状态当中了，可能说来自于过去某个人某段关系或者说某个事情的结果不及预期对你们造成的一些打击，给你们造成了一些伤害所以说抽到这组牌的你们的话，包括你们这张就是说宝剑3的逆位你们可能还没有从过去的某段感情当中彻底的走出来，而你们现在呢又因为这种被环境所困住所以说你们现在的这种社交圈是有限的，可能说甚至会有一点自我封闭的倾向和趋势。而且呢，你们未来的婚姻的话，可能你们是抽到这几组牌当中最有可能闪婚的，因为这张权杖女皇的逆位，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被压制的情感在遇到特定的人或者说对的人的时候，你们会彻底的释放出来所以说你们是那种就是只要有很强的感应你们就会去谈恋爱，甚至是会考虑结婚的这种事情。你们不会去太多的关注这种物质方面的东西因为你们在感情当中是更感性的，因为你们相信物质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创造的。只要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三观价值观或者是这种化学反应能够合得来的话那你们觉得物质这种东西它不一定必须要对方有你们也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些。那么我们抽到的这4张塔罗牌呢，首先第一张牌恶魔牌，恶魔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交换吧，一种交易，代表的是你们自身的这种事业心未来的事业成就会很高，你们会拥有很多的财富，你们也很上进很努力，它意味的是就是说你们未来会拥有大量的物质或者说物质基础，可能是和某个人你们一起去奋斗也可能是你们自己在认识到那个对的人之前，你们就已经可能不需要爱情给你们提供面包，你们自己就有你们只需要爱情。那么宝剑2这张牌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在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当中有一些必然的力量在主导和推动它代表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在感情当中尤其是这样的，很多时候你们会发现对的人不是说你们很努力去遇到的，而是说它是一种很顺其自然，在接受命运给你们安排的过程当中这个对的人他就会出现。所以说在爱情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有的时候越努力反而越适得其反，你们就顺其自然的去做自己当下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很随意的一个决定或者说选择反而能够让你们找到对的人。第3张牌的高塔牌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告别过去就是说这是你们未来一种非常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的状态。那这个倒下的高塔呢，可能是你们会告别一些错误的人和事，或者说否定过去的一些想法，但是你们自身变得更加自信也更有魅力了。对于婚姻或者说感情不再焦虑，而是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做回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所以说这
代表的是一种重生，你们会从过去的失败的关系当中，或者说一个不如意的结果当中彻底的走出来啊，完成一个重生，并且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自我，再一次的成长啊。在这一次的话，你们会变得更好、更强大、更自信。那么这个愚人牌呢，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其实更多的对应的是你们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之后，你们反而会解开自己的心结啊，你们会彻底的看开。而且呢，你们会就是彻底的放下自己的控制欲和执念，就顺其自然，什么时候遇到对的人，什么时候就结婚。那你们的这种结婚的时间呢，可能也是很随机的，可能说会电光火石的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啊，或者说，你们早早的就拥有了一个认定一生的人，然后你们在经过漫长的相处啊，彼此的磨合之后，会进入到一段婚姻当中，都是有可能的。这张牌它代表的是，就是你们的这种婚姻啊，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你们就是觉得这种感觉到了啊，或者说时机到了就可以结婚啊，你们没有就是说做特定的规划，你们也不喜欢做太过详尽的规划，因为你们知道路是走出来的，需要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所以你们能做的就是保持初心，保持放松。你们要相信的一点就是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首先第三组牌的第一张牌，愚人牌。你们现在的状态是很自由的，并且你们很享受当下的这种状态。而且呢，这张权杖10啊，可以看到你们其实也很清楚，走入到一段婚姻当中啊，它其实意味的是一种责任啊，你们必须要承担责任。所以说这个权杖10，你可以看作是你们身上所背负的期待和压力。所以说你们对于婚姻的话，就是既期待，但是呢又会有一点压力。就是说这张宝剑骑士呢，可以看到就是风象特质的宝剑骑士啊，它因为宝剑嘛，风象特质，它意味的是理性、理智啊，就是说你们看待问题是很理性的、很客观的，你们能够意识到婚姻它是一把双刃剑，它会给你们带来好处，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弊端啊，或者说风险。所以宝剑骑士的话，你们对于婚姻是有着很高的要求的。如果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出现的话，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带给你们极大的安全感，你们是不会轻易的走入到婚姻当中的。而这个过程呢，它不会受到外力的一些影响，就是外部的这个环境啊，可能说你们身边的人再怎么去催你们啊，你们都不为所动啊，因为你们有很强的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们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那么这张宝剑2呢，就是说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事业、学业发展的很关键的十字路口上，你们接下来怎么选啊？其实会极大的影响到决定你们未来会遇到一个怎样的人，会和怎样的人拥有怎样的一段关系。就是说你们接下来要做出的这个很重大的选择，对你们未来的婚姻其实是有着一些直接或者说间接的影响的。可能说你们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啊，会出现一个人走入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个人他很有可能就是你们的正缘。那么这个星币女皇的话，它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对待感情的一种态度，就是很认真、很慎重。你们甚至就是在一段亲密关系啊，或者说婚姻当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甚至是使命感。你们会去想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如果说这段关系没有办法给你们安全感的话，你们就很容易去看到在婚姻当中很悲观的那一面，所以说你们不会轻易的去开展一段关系，也不会让自己轻易的动心。那么这个星币女皇的话，你们在感情当中的状态的话，态度很坚定啊，就是说它是有着很强的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你们也能够意识到，就是说婚姻它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那么这张星币6呢，其实也是你们所担心或者说害怕的一个点，就是你们害怕自己在婚姻当中会做出一些妥协啊，或者说付出，会不可避免的做出一些牺牲啊，为了整个家庭。而你们其实是害怕用当下所拥有的自由啊去交换一些东西，这也是你们就是有一点恐婚的原因。很害怕自己在婚姻当中做出过多的妥协或者说牺牲，因为你们自身有着很独立的、很强烈的这种自主意识，所以说这个宝剑骑士呢，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所以你们其实内在的话，内心当中并不是遵循的这种非常主流的婚恋的观念或者说想法。那从这张权杖1的逆位啊，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你们其实，如果你们想开启一段关系的话，随时可以的，因为逆位的权杖代表的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是会有人向你们示好的，只不过，逆位的权杖呢，代表的是你们现在可能感觉自己的这个状态或者说环境还不够稳定，所以说你们想把重心注意力放在事业和学业上。但是呢，这个力量牌呢，就可以看到这张牌其实是关于你们未来的人生伴侣正缘，它和你们是存在着一种互补的性格互补。如果说你们性格比较慢的话，那对方他就是一个很果断、行动力很强、有一点急性子的一个人。如果你们是一个急性子的话，那对方就是比较温柔、比较儒雅，会很冷静的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人。它其实是关于你们未来的婚姻，它一定是互补的，而这种互补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性格方面的互补，因为只有性格互补，才能够让你们长期稳定的去维系一段亲密关系的发展。所以说你们未来遇到的那个人生伴侣呢，他们是具备一些你们自身在性格上面所不具备的特质，而你们两个人呢，又能够像齿轮一样契合在一起，这才是能够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走入到婚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呢，这个力量牌的话，它也暗示的是星座上的互补。如果是你们是水象星座的话，那么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们很可能是火象星座。如果你们是火象星座，那么你们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会是水象星座。这种星座，也会存在着一种互补。那么这个圣杯8呢，这张抽到的这个女巫塔罗牌啊，它其实是在你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在经历的是一个不断告别、不断离开一些人和事的过程啊，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成长。所以圣杯8代表的是你们过去所不断经历的一些事情啊，一些感情，都是对你们成长的邀请。而且呢，这个星币3的话，就是这张牌暗示着你们未来能够和你们走入到婚姻的这个人呢，他会和你们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可能说来自同一个领域、行业，或者说你们在上学时候所认识到的桃花，你们彼此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共同的经历啊。那第3张牌隐士牌啊，这张牌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就是说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想一个人自己待着啊，或者说找个地方躲起来。这个隐士牌代表的是你们把自己藏起来了，你们会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这种感情空窗期。那在这个阶段，你们更多的是会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啊，自己的意义目标。那在这个阶段，你们会更加关注个人的发展，自己的学业和工作。但是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10啊，虽然说你们对于婚姻啊内心当中有一点恐惧，但是这张圣杯10意味的是你们最终所拥有的婚姻反而会比你们预期当中的要好很多。圣杯10它代表的是圆满的家庭，可能有的时候你们对于婚姻的恐惧啊，来自于你们害怕麻烦啊，也害怕就是因为婚姻而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因为你们会做出一些牺牲和妥协。但是我看到这张圣杯10啊，就是说你们未来
所拥有的婚姻或者说家庭啊，它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的圆满的。因为圣杯10的话，它代表的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4组牌。首先第4组牌的第1张牌，权杖2。你们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观望，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种选择，就是说你们在真正进入到婚姻之前，会接触到很多的桃花。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很多的桃花，可能是因为你们所在的工作，或者说你们会通过特定的渠道和形式去接触到很多的桃花。可能说你们在谈过几次恋爱之后，反而会变得有一点迷茫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第2张牌呢，女皇牌这张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就是你们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不错的。它是一种很富贵的象征你们的长相、学历、家庭条件背景这些的。你们自身是没有什么短板的，所以说才会抽到这张女皇牌。但是呢，女皇牌的话，你们也要注意就是说你们在感情当中，会很容易吸引到烂桃花。你们是很容易被伤害的，或者说会很容易对特定的一类人过度的付出，或者说过度的依赖。那么这组牌的话，我们抽到了2个桃花是比较明显的2个桃花。一个是星币骑士，还有一个是权杖国王。也就是说你们在进入到婚姻之前可能会谈2段恋爱一个是土象特质的人，一个是火象特质的人。这个星币骑士的话，这土象特质的桃花呢，他们对应的是土象星座，可能是摩羯座、金牛座或者说处女座。这个桃花他是一个很真诚、很固执，但是又很踏实的这样的一个人。同时呢，对方的这种土象特质可能在一些事情上面又会有一点自我，在感情和生活包括对待自己的事业当中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就是说你们会就是在和这个土象特质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压抑因为他们对应的土象特质让他们在行动上很积极无论是对待感情还是对待自己的工作事业。但是呢，他们可能不是很擅长于提供这种情绪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土象特质的星币骑士他们自身是很优秀的存在。所以说你们和这个土象特质的人谈恋爱的时候，可能自身就会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努力的这种属于那种很传统的类型的桃花，就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完成他们身边人、他们的家人、社会对他们的规划或者说期待，取得一个不错的学历，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个土象特质的桃花，要么就是你们在学校认识的，要么就是或者说身边人给你们介绍的桃花。那另一个桃花呢，权杖国王是一个火象特质的桃花，对应的是这种狮子座、白羊座或者说射手座。他是一个很热情、很有活力、很有冲劲、很有野心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会有一点叛逆有一点就是想法有一点捉摸不透因为他是火象特质，所以说他们可能不会做太长远的规划他们的生活也不是很稳定更多的会像是一个创业者或者说自由职业者。但是呢，你们和这个权杖国王在一起的时候，你们能够时刻的感受到他们自身的这种能量，好像永远都不会疲惫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能量其实也会感染到你们。这个权杖国王的话，他是一个引领者吧或者说能够带给你们人生方向上或者说物质上的安全感。跟他在一起的话，你们不需要去思考太多的未来，或者说想太多，因为他们自身有着很强的行动力会帮助你们把一些事情处理好，甚至能够帮助你们自身的这种学业和事业的发展。那我看到就是说你们未来可能会和你们走入到婚姻当中的就是2个可能的桃花，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很有责任感，
有很强的能力。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星币骑士会比较传统，而这个权杖国王呢，他会是那种很有活力的啊，但是呢想法上可能会有一点叛逆啊，这样的这两个类型的桃花呢，是你们未来可能会做出的一个选择。会选择你们可能会和其中的一个人谈恋爱，但是会和另一个人走入到婚姻当中。那么这张圣杯六呢，你们最终选择的桃花，这个桃花是你们认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们之间有足够的信任和安全感，能够让你们重新变回小孩子，能够带给你们家一样的感觉。那么这个权杖四呢，可以看到这张牌它代表的就是家庭啊，稳定稳健的家庭。结合我们抽到的这张圣杯六呢，可以推断出，就是说未来和你们走入到婚姻当中的那个人，可能说已经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了，可能是你们身边的人，或者说过去，你们曾经有过一些共同的经历啊，曾经朝夕相处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圣杯五还有权杖七呢，这个人他会出现在你们整个人处在一个情绪非常低落的阶段啊，这个人出现的时机，这个权杖七的话，代表的是对方他能够帮助你们分担很多生活上或者说情绪上的压力，因为他们会帮助你们扛下很多的这种困难或者说问题。那我们抽到的这几张塔罗牌呢，关于你们未来的这种婚姻啊，会拥有怎样的婚姻观，也会涉及到你们未来的这种婚礼啊。第一张牌宝剑六啊，就是说你们未来和你们走入到婚姻当中的这个人，你们可能一起会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而且呢，这张教皇牌啊，就是说你们的婚姻是很传统的，就是在这种传统会体现在你们会邀请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是在这种海边举行的婚礼啊，或者说你们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啊，会去环游世界，会度过一个非常浪漫的蜜月。而且呢，这种教皇牌它代表的是这种传统的婚姻啊，可能说最终啊，你还是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个人的重心放到家庭当中，因为你们在结婚之后会有要小孩的打算。因为这张星币八就代表的是你们可能就是说更多的会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家庭，会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在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很盛大的典礼之后，你们最终还是会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生活的这种平淡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日常的琐碎之中。但是我觉得这种婚姻它也是很真实的，同样值得期待，因为平淡它才是最终生活的本质，就是健康的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爱的人待在一起，然后度过这漫长的岁月。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